2026上半年 Switch 2新作井喷，移植和加强版鱼龙混杂。我们从上百款里精选10大必玩神作 ，TOP 10倒数揭晓。第10位，《星露谷雨》，一款超治愈的乡村经营神作，种田、养殖、采矿、钓鱼全塞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小镇，耕种、采矿、钓鱼、觅食、战斗5大技能各自成长，那种把农场越铺越大的正反馈，正是它让人欲罢不能的核心。世界轮转，作物、鱼和节日各不相同，往深了还能下矿打怪，修复社区中心，酿酒养蜂，跟居民处出感情，甚至结婚。别被像素画面骗了，这是公认的种田游戏天花板。一个人打磨多年的良心之作，够你埋进去几百小时。剧情也不只是继承农场，你受够了大城市格子间的麻木打工，逃回乡下。可越玩越发现，小镇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心结，连要不要让商业巨头吞掉这个小镇都握在你手里。它最适合想慢下来、图治愈解压的人，但你要只爱强刺激和即时爽感，它的慢热可能会劝退你。第9位，空洞骑士，一款全手绘的银河恶魔城神作，精准硬派的战斗加上细腻的平台跳跃，每一次交锋都讲究分寸和节奏，30多种护符自由搭配出截然不同的流派，加上庞大到容易迷路的地图，那种自己一点点把世界探索通透的成就感，正是它的魔力所在。剧情上，沉默的小骑士深入荒败的圣朝王国，一层层揭开这个虫之国如何被神秘瘟疫吞噬，走向陨落的悲伤秘密。阴郁唯美的氛围和配乐，沉浸感极强。它是银河魔城品类里公认的标杆，性价比高到离谱，适合享受探索和挑战的人。但它故事讲得极其隐晦，难度也不低。你要想轻松通关，什么都摆在明面上，它可能不太合你胃口。第8位，哈迪斯，顶尖的肉鸽动作游戏，每次冲出地狱都死中带成，武器和奥林匹斯诸神的恩赐自由组合，几乎每一局的流派都不重样。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一次次失败本身写进了叙事，你越死，故事和人物关系反而越往前推，让人完全停不下来。剧情上，冥界王子扎格列斯一心要逃离父亲哈迪斯统治的地狱，寻找自己的身世，每次闯关都和神明亲友插科打诨，群像鲜活又有温度，手感、配乐、美术全是顶级水准，斩获过年度大奖最佳动作游戏。它是肉鸽入门的最佳标杆，适合喜欢爽快战斗、不怕重复挑战的人。但你要是一遇到死了就得重来的设定就烦躁，可能很难体会它的妙处。第7位，最终幻想7重置版。克劳德挥舞着标志性的破坏剑，战斗把即时动作和指令战术无缝揉在一起，砍得爽快又不失策略深度。魔晶石系统让你自由搭配魔法与能力，越钻研越能打出花来。这种动作手感和角色养成两头都顾上的设计，正是重置版最大的成功。剧情上，雇佣兵克劳德加入反抗组织雪崩，潜入巨头神罗破坏魔幻反应炉，却在熟悉的故事里撞见与宿敌萨菲罗斯纠缠不清的秘密。经典重生、演出和情感张力全面拉满。他对老粉是圆梦，对新人是绝佳的入坑点，适合爱剧情、爱华丽演出的角色扮演迷。但你要嫌他单一，做米德加就讲了一整部，节奏偏慢，可能会有点不耐烦。第6位，艾尔登法环，开放世界与魂系战斗的巅峰之作，骑着灵马自由驰骋交界地，看到哪座遗迹、哪个强敌，都能立刻冲上去挑战。武器、战技、法术和咒术搭配千变万化，你可以苦练操作硬刚，也能召唤骨灰堆战术把首领玩死，硬核里藏着惊人的包容度。剧情走宫崎英高式的碎片化叙事，把宏大世界观全藏进物品描述和场景细节里，等你自己拼凑。你是被放逐的褪色者，重返交界地，只为进入那枚象征至高王权的艾尔登法环。这是开放世界探索欲最强的游戏之一，适合不怕死、享受啃硬骨头人。但你要是一被卡关就上火，没耐心反复试错，它一上来就可能把你劝退。第5位，博德之门3，龙与地下城规则的回合制战术，环境、法术、地形全能组合算计，把油桶推下去再补一发火球，战斗自由度高到离谱。真正让它伟大的是那种你能想到的几乎都能做的反馈，每个抉择、每次掷骰都让剧情长出完全不同的分支。剧情上，你被夺心魔的蝌蚪寄生进脑子，随时可能异变成怪物，一边找解药，一边卷入诸神与邪教的惊天博弈。同伴各有血肉的故事线，连你怎么对待他们，都会改写整段旅程的走向。这是近10年最好的角色扮演游戏，没有之一，适合愿意沉下心读文本、爱做选择的人。但你要图快，受不了大量对话和回合制的慢节奏，它前期的门槛可能会劝退你。第4位，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，究极手让你把木板、风扇、火箭随心拼成飞行器、战车，甚至各种鬼畜机械余料建造，再把任何东西粘到武器上当杀器。这套自由到离谱的创造系统，等于把解谜该怎么解的答案完全交还给玩家，几乎没有标准解。这正是它封神的地方。天空、地表、地底3层世界垂直展开，跳伞、钻洞、探索一气呵成。剧情上，林克与塞尔达探查海拉鲁地下室，惊醒了沉睡的魔王，公主神秘失踪，林克拖着残臂踏上寻人与救国之路。它是开放世界设计的天花板，给足你自由。很折腾的人能玩上几百小时，但你要是习惯被任务箭头牵着走，懒得自己想办法，这份什么都靠你的自由，反而可能让你无所适从。第3位，赛博朋克2077，你扮演雇佣兵 V， 靠一体改造在枪斗、黑客入侵、潜行暗杀之间自由切换，想当莽夫还是当幽灵，全凭你搭配。
庞大的夜之城密度惊人，每条街、每个霓虹招牌背后都藏着支线和故事。这座城市的沉浸感，至今很少有开放世界能比。剧情上，一次劫案让一枚装着摇滚传奇强尼意识的芯片插进 V 的脑子，你的身体正被他一点点覆盖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每个对话抉择都真的改写任务走向和结局，分量十足。它早不是当年那个满身问题的版本，如今是公认翻身的剧情神作，最适合爱角色扮演、爱沉浸叙事的人。但你要只想无脑突，这一身沉重的赛博宿命感可能会让你觉得太压抑。第二位，马里欧赛车世界，系列史上首次做成开放世界，赛道之间不再是冷冰冰的菜单，而是能自由驰骋的广阔大陆。多达24人同场竞速，新增飞檐走壁和魔鬼道具。淘汰赛模式一轮轮刷人，混乱又上头。边跑边发现隐藏捷径，收集要素和变身道具。竞速也能像开放冒险一样逛地图，这份随便开都有惊喜的设计，是它最聪明的地方。场景从蘑菇王国的乡间小路，一路飙到霓虹都市和沙漠主题赛道，变化丰富。它是 Switch 2上最强的多人派对首选，几个人一台机就能笑到拍桌。但你要是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跑技术赛，它的精髓你大概率体会不到一半。第一位，大金刚交狂。全新的体速破坏引擎，整个世界几乎都能砸穿。大金刚能抓取、投掷、徒手把地形挖出一条路，这种想砸哪砸哪，边破坏边探索的爽快感，是任天堂自奥德赛之后最让人上头的3维平台动作。你还能变身成斑马、鸵鸟、犀牛等多种动物形态，跑酷、滑翔、横冲直撞，配合会唱歌的小搭档宝林一路深入地心。剧情上，大金刚为夺回被黑暗猩猩集团抢走的黄金香蕉，一路向着星球核心钻探，越往下世界观铺得越大。这是今年 Switch 2上手门槛最低，却最难放下的合家欢神作，大人小孩都停不下来，所以稳坐榜首。但你要冲着高难硬核来，它主打的是探索的快乐，不是受苦。这10款你最想先入手哪一个？你心里的 Top 1又是谁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就一键3连，关注 Game Geeker，下期见。